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耶路撒冷日，那等一下会有特别的庆祝。我们现在呢在所谓的锡安山的大卫坟墓前面，这里就是入口。从这里进去，这里是男生的入口，然后前面是女生的入口。那女生呢会在这一面祷告，男生是在那一边。这是男生的入口。耶路撒冷平常旧城里面没有这么多人，都空空的。可是因为今天是耶路撒冷日，下午6点的时候，游行队伍会进城，所以今天白天呢，耶路撒冷旧城里面就变得很热闹。像在锡安山这边就有好多犹太人。那大卫坟墓之前的影片有介绍，就是上面就是所谓的马可楼，就是最后晚餐楼。那这边最靠近的城门呢是锡安门。考大家一个问题，要考大家的问题呢，就是请问耶路撒冷在1967年之前是属于谁的？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很简单，就是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独立，可是以色列没有成功拿下耶路撒冷旧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部分呢是在城外，那当时以色列军队就有用。像教堂的那个塔楼啊，就变成以色列军方的那个那种哨，就是狙击手可以在的那种位置，因为它有战略上的一个优势嘛。整个旧城呢，其实是属于约旦的，那里面的阿拉伯人呢，当时也就都拿到了约旦的护照。很有趣的是，1967年之后，以色列给这些居民，因为以色列拿回了旧城，给这些居民的选择就是。你可以拿耶路撒冷的居民权蓝卡，或者是你就拿绿卡，然后搬到西岸地区去。那你拿蓝卡，你可以就是如果你愿意成为以色列公民的话，你可以申请。只是说呢，很有趣的是，到现在也蛮多人，应该是说大部分的这种住在耶路撒冷旧城里面的阿拉伯人，他们还是想拿约旦的护照，因为。亲戚啊，或者是他们有需要去阿拉伯国家，那拿以色列护照就不太方便，所以有各种考量啦，不代表是他们完全不认同以色列，但更多的是一个意识上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反对以色列，因为我是阿拉伯人。但话又说回来，21%的以色列人口其实是阿拉伯人，然后他们是有以色列的。护照的，他们有完整的公民权。那我们现在呢，就走到了锡安门门口。你们看上面这些就是弹孔，1967年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下午的时候，游行队伍会从这个门以及大马士革门进到耶路撒冷旧城。现在是2点多。好，我要考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一定会的。到1967年那个是以色列。我还没有问你问题，我要问你问题。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今年是耶路撒冷回归以色列几年？人家用中文考。你就2024减掉1967啊。对啊。对啊。24, 33, 57，对。对啊。OK， 那我们现在呢，前面的就是犹太区，在以色列建国到1967年之间，约旦统治之下的耶路撒冷旧城，是不允许犹太人进入的，所以一直是到1967年，以色列在打赢了6日战争，这场战争也是约旦开始，约旦跟埃及和叙利亚开始的，不是以色列开始的。但是以色列是用先发制人的方式，击毁了约旦的空军，然后不是约旦空军，埃及的空军，然后约旦不知道，所以约旦还参战，然后反正以色列打赢了这3个敌人，然后就拿回了耶路撒冷的这个旧城，犹太人才回到了。耶路撒冷才可以到西墙前面去祷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活动会是在西墙。
那现在活动还没有开始，但是路上人真的很多，平常不是这样的。特别以色列现在还是在战争当中，看到这么多人真的是有点不习惯。今天大家很多人都穿白色，包括我们也不小心穿白色。然后呢，这一条路线是无障碍的路线。我之前有做一个影片教大家，就是耶路撒冷旧城内到西墙无障碍的路线怎么走。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之前的影片哦。今天呢，照理来说会看到很多人穿国旗走来走去。这些创作呢是在战争开始之后，大家才放上来的，鼓励大家的话。都还贴着，他是耶路撒冷居民。好多人，哇，这人也太多了，全部是满的耶，真的是那个耶路撒冷日的特色。活动还没开始，我们在买汉堡。音乐放起来就全部人嗨。也太热闹了吧！整个学校的人一起来的感觉。现在是3点多，陆陆续续有这些年轻人唱歌跳舞，然后要进到西墙那边。这是耶路撒冷旧城的地图。那我们现在呢，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啦。然后，游行队伍会是从大马士革门这边，或者是西安门这边。刚刚我们就在这边。然后他们会在哭墙这边见面。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现在太阳有多大。没有站在阴凉处，真的是会被太阳烤焦的感觉。那游行队伍他们会从2个方向过来，但是有些人已经就是在这里聚集，然后唱歌跳舞，给大家看。我们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很巧的碰到我同学的舅舅妈妈那边的亲戚，然后他认出我们来，我们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平常他是戴那种 religious 的 kippa， 然后今天他 kippa 上面戴了一个就是导游的那种帽子，所以我本来以为他是谁，然后可能某个导游以前看过的，没想到竟然是我同学的我朋友的舅舅。然后他说他每一年，因为他家住很远，他家住在2-3个小时外的地方，但是他说他每一年耶路撒冷日都会过来这里。我说为什么？而且他的太太没有跟他来，他说因为很重要，他说这天很重要。这就是刚才吃汉堡的地方。没有人呢。没有人呢。前面这边呢，就是西墙，或者是我们说的哭墙。那现在因为天气还非常的热，然后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没有什么人潮。但是呢，在左前方这边已经可以看得到有舞台，然后他们刚才也在彩排吧。那为什么耶路撒冷日会很重要呢？
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今天以色列没有拿回耶路撒冷，那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样子祷告的样子就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不只是西墙，也有看到圣殿山。我们在中文、英文里面，我们讲 Temple Mount 圣殿山是 OK 的。可是你上去到那个地方，在穆斯林管理的地方，你就不能再用这个词了，你就要说他们现在讲的是 Dome of the Rock， 就是磐石清真寺。就是这个中文翻磐石清真寺，但它其实是一个 shrine， 它是一个纪念穆罕默德升天的纪念地方。清真寺是这个是阿克萨清真寺，所以这里是穆斯林管理的，就变成说只能够接受伊斯兰信仰，你不能够带任何基督教的东西、犹太教的东西上去，不可以祷告，不可以吹号角，不可以披经。就是限制很多，而且也只能从这个门上去，你不能够从其他穆斯林可以使用的门。然后一天可以去祷告的时间，就是参观，你不能祷告，你只能参观，是有受限制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今天没有一个耶路撒冷日，那可能就是在伊斯兰的管理之下，首先你不能祷告，然后再来你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只有某些日子你可以来，然后只有某些时段你可以来。那你很难想象这样子的耶路撒冷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耶路撒冷日它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二个其实很值得去想的是，为什么6日战争以色列会打赢？因为严格上来说，有太多的奇迹在里面了。以色列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打这么快，然后就这么快就胜利。他其实心里没有一个预设立场说，我这次打，因为他只是要阻止叙利亚、约旦、埃及对他的这个攻击，他没有想说在这样子的防御战里面，他有能力，就是让他们撤退之外，他还可以就是重新占领耶路撒冷旧城，这是超过他们可以想象的。那如果你们对于以色列建国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就是再推荐一次我写的那本书，叫做《以哈战伤》。但这本书不只是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也包含了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跟穆斯林的相处，包含了建国到现在以色列所经历的每一场战争。那对于历史想要更深入了解的人，我真的是很推荐这本，是用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口气来写的一本书。有些历史的书它比较硬，有它的价值，但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写的，我就是希望可以用一种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来知道这一段历史。所以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本书。那我在那边呢，已经看到了一群年轻人用跑步的到那边，然后好像快要进来了，然后前面有一个姐妹还要吹号角。在跳舞了，女生也有一小群人。好咯，我们现在来到了西墙的前面，现在有很多人了，等一下会有更多的人。现在这里人潮太多了，如果是从那个大马士革门过来的话，就会从这个门进来；如果是从西安门的话，就会从那个方向过来。然后现在西安广场人，就是蛮多的，很难想象这是在战争之中了。小朋友跟国旗。这一群感觉很热闹。因为进来的人会很嗨，在这边跳舞，所以这里就有人呢，就是负责叫大家往里面走，往里面走。然后他在笑，因为刚刚他就是说，有没有人会讲中文？然后我们就用希伯来文回答说我们会。
希望我们可以往里面走。可是他不知道说，其实我们听得懂他讲什么，只是说我们在等宝宝换尿布，所以才挡在刚刚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大家往里面走了。这是超级巨大的国旗耶，大到不得了，哇，一定很重，哇！很多人都这样坐在地上等活动开始。它的国旗太巨大了吧？OK， 这个可爱的女生又出现了，嗨嗨。在舞台右边，这里有写，今年是纪念第57年的耶路撒冷日。然后呢，在舞台旁边左上方，这里有 Arifo 的一个牌子。Arifo 呢，他是从美国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非常的爱这块土地。然后有一天，他去超市前面，然后被一个17岁的恐怖分子，巴勒斯坦人就杀死了。他追着这恐怖分子，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倒下来。本身也是个奇迹，因为照理说他被刺了几刀，已经是就是命中要害，已经是不能怎么动的情况。他竟然还找得到这个力量去追这个恐怖分子，不让他继续伤害其他更多的人，所以他是一个英雄。然后每一年耶路撒冷日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纪念他，然后还有就是关于他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广告，一个牌子。现在6点多了，活动还没有开始，我等到快要睡着了。哇，开始了！诗篇第126篇1到6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禾捆回来。刚刚有一个小孩突然呢给我们家宝宝一个以色列国旗耶，所以我们变成有国旗的人了。太大声了，我们得回家了，准备回家。那边也都是人。好难想象战争中这么多人。基本上呢，现在整个西墙呢就变成了一个好像是舞厅，然后他们是用一种很摇滚的方式在唱歌跳舞。那我觉得今年的庆祝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我之前来参加耶路撒冷日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没有这么多人，今年特别多，这是在战争时期耶。我觉得可能就是更是因为战争，以色列人更感觉到今天他们有个国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更要来庆祝以色列的存在，给大家看有多少人。真的是，你看在城墙上面都有人，然后橄榄山现在夕阳正在下去，然后一路唱唱跳跳过去的人们，哇！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会来庆祝耶路撒冷日的，通常都是比较 religious， 就是宗教犹太人。有些宗教犹太人是会
会当兵的，有些是不会的，像是穿黑色衣服的那种就是不会。可是有一部分的宗教犹太人，就是戴针织帽的那种 kippa 的，我的旅游书里面也有介绍过，就是你要怎么样分辨这个犹太人的信仰是哪一种派别的。那这些会来庆祝耶路撒冷日的，他们就是比较 religious 的，就是他们看得出来，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回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回到圣洁土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还有他的后代的一部分。他们看重这份应许，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需要庆祝。那但是我们以人的角度，就会对以色列有一些批评，或者是不了解。可是这也是我在我的第2本书里面，这本就不是旅游书了，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我就有解释这个战争的起源，因为有些人他们不了解，他们会觉得说是犹太人抢走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可是事实上是阿拉伯人住在当地，然后巴勒斯坦人这个名称是后来才有的。当时都是叫做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愿意犹太人回到这块土地。那其实你用属灵的角度去看，这是很正常不过的，因为撒旦他就是不要神的计划可以成就。可是当犹太人回到这块应许之地，其实就是代表了神的计划没有被仇敌拦阻，正在进行。Thank you。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就是支持他们的领袖，也有一部分的阿拉伯人，他们觉得说他们要留在这块土地，他们不介意就是跟犹太人一起住在这里。那这些人留下来的，他们就是1948年的阿拉伯人，那他们现在是以色列人口的21%，有一样的权利，甚至像是在以色列的国会里面、法院里面、医院里面也都有阿拉伯人。那这也是我在影片里面想要就是强调的，就是犹太人回归土地，这是神应许的一部分。不用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合情合理，因为就是发生了战争，阿拉伯国家一开始是里面的阿拉伯人，后来是包含了外面阿拉伯国家联合来攻击新成立的以色列。那用2种角度来讲，就是都是以色列存在有它的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不代表它就是不尊重其他的族群。那看到耶路撒冷日，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不要被那些媒体好像去强调那种极端右翼者，好像说这是我们犹太人的国家，被影响。其实你合情合理的去看，就是犹太人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他们在庆祝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活着，可以在这里敬拜神，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犹太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为他们开心，因为摩利亚山就是刚才我们跳舞的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神开始对这个民族更多的展示他的计划的一个地方。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地方如果是在穆斯林手中，那这些人还可以这样子唱歌跳舞吗？不可能。我们基督徒能够到那个地方吗？也是不可能。所以我为这个民族能够活在这块土地上，然后持续的跳舞，持续的见证这位以色列的神的存在，我感到非常的开心。好美啊！这么多人，太夸张了。I feel today that I live in dream. I live in prophet because 3,000 years, 2,000 years, we were here. We wer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Holocaust, in the Inquisition, many suffering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now we are here. If you open the Bible and you open your eyes here, you see you don't need someone that explains for you the sentence in the Bible. You can look here.
we have it's a lot, but one of them that will come days that there is an old man, an old woman who walking with how do you say makel? Crane in those streets, and you can to look out at to look the prophet and to look here to see. We are in the same sentence. God says that you will see here children play in the streets. Look, it's here. It's here. We are live in dream. We are live in prophet, and this is amazing day. במיוחד, especially in these hard days of the war, that many from our friends and families are suffering again from our enemies, the enemies of the God, the enemies of the peace of the world. We are here. I go today in the morning to the Mikdash, to the temple, to the Har HaBayit, and we are pray for peace for all over the world. We are one peace for the Arabs, for the Christians, for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rue peace, not no paper, no sign of peace, and behind the sign guns. No, we want peace, and that's the word. And we want now to put over all the guns and give a big hug, but we know today that if we are throw the gun, we're killed. So we don't have,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I have friends, very, very sensitive friends, that ask themselves all day. They ask themselves when they take the gun, they ask themselves, what I need to do. I want peace and love, but if I don't do that, I don't live. I have friends that take Gazans from Gaza to the hospitals in the regular days, and today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y don't know what to say. What can we do now if we don't find one innocent people that come and say, no, we don't want to kill Jews. Somebody there, innocent, knock on the doors and find our hostages and give them home. If you're innocent, so help us. We want to help you. So we are in this day that Jerusalem opened for the Jews in 67, and from there to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ame here, we are praying to God that make all the world one hea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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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rue one heart. And thank you for you that you are coming here.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s very emotional. It's very excited to see that there is true people, not only like on YouTube, on my channel, not only comment that you say, oh, maybe it's true man, maybe it's bot. No, I see here a true women and men that come and say we are want peace, but true peace, and we are believe and we are hope in this dream. So היינו כחולמים. We are like a dreamers. Thank you. Love from Israel.